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2月6号，星期五，天都亮了。今天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又会稍微晚了一点点，因为去烘焙店吃早餐和家属，然后有拍摄的事情，所以一会儿回评论、回弹幕，我们也在烘焙店坐下来跟大家聊。今天周五，明天去博览会。后天是奈良马拉松，今年还是对马拉松有个小小的尊重，不跑那么多了，轻松跑一跑。然后明天下午的直播，我要看我几点能回来。我肯定是中午能回来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迟到。然后博览会会像神户博览会一样，我会开直播，但是在哔哩哔哩应该是开不了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会一边开直播一边录像，就也会有节目出来。看树叶每天都落好多，过两天就都没有了。其实这边秋季的大比赛应该放在这个时候，气温正合适。但是大比赛都过去了，神户过去了，然后冈山、福冈都过去了。福冈那天我没看电视，不知道气温怎么样，但是福冈应该挺热的呢，那个时候。行，那咱一会儿烘焙店，咱们烘焙店再见。哎，小伙伴们，刚结束一个10公里，家属正好跟着拍一拍，有那么1-2公里冲了冲，匀速的3分30多，差不多。在大阪城看见一位穿着日本铁人三项的衣服的人在那跑，我最后那几百米追着他3分33的配速。我看那老哥就是练铁人的那种身材，特魁梧，跑得巨快。行，那咱们抓紧时间回评论啊。奈良的时间安排，我看有其他城市或者国内来跑奈良的，我这个不常见，因为奈良其实是个很小的比赛。大根先生说，如果你要冲成绩跑奈良马拉松，可能要比计划的你的最好成绩慢5到7分钟，因为有好多的坡跑进山里，可能就是来玩吧。我不住在奈良，因为大阪离奈良比离那个神户还近呢，所以我奈良的时间安排是明天就是周六早上10点博览会一开门，我跟家属就去，然后拍摄直播，领完就走，然后中午可能在奈良车站附近吃饭，吃完饭之后呢就回大阪，下午还直播呢应该。之后第二天比赛那天呢，早上起来就从大阪去奈良，然后正常时间我是 A 区，但是我应该会按照4分20起步，我觉得啊，跑个轻微的渐加速。是这么计划的，到时候看身体情况和赛道情况，还有那个赛道上自助餐的情况，好吗？有小伙伴说那个红豆汤吃肯定特别甜的，特别厉害，我知道的。那个在蓝山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去蓝山玩，喝过一次，哦，那一口进去感觉糖中毒了。还有小伙伴说去北京出差，推荐北京的跑步路线。其实北京就是这样。我建议您就是如果来玩的话，就在2环以内跑，因为到了3环、4环辅路就是车就挺多的了，尤其是东4环辅路那个电动车、摩托车特别可怕。2环以内，您绕着故宫、景山，你看景山一圈是2公里，故宫一圈差不多是4公里，然后如果故宫加景山这么绕的话呢，能有个7公里的样子。你可以再顺着这个中轴线跑到鼓楼，你就远远的看着鼓楼。中轴线是把北京从正中间分了东和西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路，一直能跑到鼓楼底下。鼓楼底下那边随便跑一跑就绕回来了。你要是在长安街周围住，起跑啊路线都很方便。然后乳酸阈值会不会跟着气候的变化？会啊，你夏天能力不好的时候，强度低的时候，你去练了一夏天或者正最热的时候，你的手表就是会告诉你的乳酸阈值会下降的，而且事实也是这样。你看我们夏天周6的平田先生的早训练跑到4分15、4分20，只能跑15公里，累的就不行了。所以这没关系，到特冷的时候也会这样。这儿其实我还好，这儿这气温不会影响我的
水平，在北京不行，北京特冷的时候就不行，跑不开。19岁半马想从134到130，冬训什么策略？练最大摄氧量，就是阈值已经没有用了，对你来说，您太年轻了也。就跑间歇，跑那种能冲到极限的间歇，1公里以内的长度的间歇就行。就是您现在跑到您的阈值配速对您的提升比较慢了，应该您的间歇跑到您的最大摄氧量，就是几乎是冲刺配速，我的建议。而且这个也和高驰的小伙伴讨论过，这周的会员节目我应该会再补充一些我上次说的东西，当然这些补充也会在平常的像今天这种聊天中说的。长距离跑训练 LT1 要什么速度？这就是我会员视频要详细说的。结论就是，比方说我拿我举例子，我的 LT1 现在是4分17，那我的这种训练 LT1 的长距离轻松跑大概会落在4分30左右就可以了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训练就是在比4分17再快，比方说落到4分10左右，这两种都可以。其实没什么区别，看您的恢复能力。然后为什么我的 Go3S 能拍那么长时间？是因为比赛时候我戴俩呀，兄弟，我戴了一个别在帽子上，一个在身上，我有俩，等于就是你看有一个是白来的，另外一个是我自己买的，就是为了当时拍那个100公里，停训了，高驰给的数据不准怎么办？这个是个。跟大家分享个小妙招，用高驰的体能测试，你测一次就准了，就一次它就会变。因为高驰它那个模型，你基于平常训练的话，肯定是它不会实时的就变，它得综合一段时间。但是这个用了这个体测模式，一次它就变了。说北京奥森公园南门有个科学运动实验室，也可以测我说这些数据是付费的，那不错呀，小伙伴们，我建议可以去试一试。就是你可以1年2次，这一次能有多少钱？几百块钱了不起了，不可能上千的。我觉得，如果你1年2次或者1年1次，我觉得是它倒不一定真的能让你比以前更快，是让你更有信心。就像这次我回来一样，好多小伙伴评论区说：“大家看看我这次回来信心暴增啊！”对，您说的特别对，信心暴增。所以我对比赛也没那么执念了。我觉得原来只有比赛成绩能给我信心。说实话，我这么努力训练都不一定能给我信心，只有比赛成绩行。所以以前比赛才那么焦虑。现在我觉得就像学大会员先生，今儿去玩一趟，然后明天去那儿旅个游、参个赛就完事儿了。然后有一位讲英文的小伙伴，惊叹3和110X 6.0 Pro， 4分10的配速，21公里之内哪一个好？在这个配速下，惊叹完胜，我觉得就至少我来说，而且就不算这个配速，就是我现在的能力，比方说跑到3分36的半马，如果是半马以内的话，我也会选惊叹3。不是说6.0 Pro 不好，是说6.0 Pro 会更硬一些，更适合再长距离最后的冲刺。然后就是关于一系列关于新手的问题，新手跑半马想从2小时进1小时50，问我怎么练，就这些我的给您的通通建议是：半马在1小时45之外的小伙伴们，全马在4小时30以外的小伙伴们，您的所有训练就是坚持下来，锻炼身体，健康的跑步就会稳步提升的，不用想太多。还有就是新手遇到各种疼，比方说主要集中在脚疼、小腿前侧疼。然后有位男性跑者40多岁，好像说大腿内侧疼。前两种都很正常，大多数人都是先从脚疼开始的，然后是小腿前侧觉得哎呦酸胀的不行了，对吧？这都没有事儿，这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，练一练就不疼了，是因为您这肌肉平常不用。然后男性跑者，尤其是一开始跑长距离、跑马拉松之后，到后边或者跑完之后大腿内侧疼得要死要活的，是因为我原来就有一小伙伴说，在楼下的盲人按摩，说老板说我以前总光顾的那个盲人按摩在北京的春节路那边，原来我们办公室在那儿，他给我讲的，他那之前的一位按摩师傅给我讲的，说男性其实日常生活中你的大腿内侧是不发力的，不管你是站卧还是坐，你基本上把腿一叉就跟那儿轻松做了，所以说你才会更加的大腿内侧的肌肉不适应各种的强度。我那时候刚开始跑步那2年马拉松，就是大腿内侧疼得要死要活的，那会儿我就想说不行，去健身房练练那种
就是大腿加一个东西那种。但是后来一直也没练，然后跑多了也就好了。行吧，再给大家看看烘焙店的早饭啊，一个全麦吐司，一个白吐司，然后那有吐司机自己烤热，然后抹黄油和果酱，一个煮鸡蛋，这只有煮鸡蛋我不是太爱吃，然后沙拉菜，沙拉可以随便放沙拉汁儿，然后有这种果酱，这种果酱特别有意思，之前给大家展示过，你看这样一捏就开了，然后这样啊，然后呢也不沾手，因为我刚才展示捏的时候有点歪，哎，你看没？然后就放下了。这就是我训练之后的早餐，这已经不少了，对我来说。像家属来拍的时候，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周6的长距离，要30公里之后也就是这样，就2个吐司，一盘沙拉，一个鸡蛋，然后这个是黑咖啡，没有糖没有奶的。那行吧，今天还要拍点其他东西，不跟大家多聊了。烘焙店的咖啡敬大家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